记录把玩时光，我是特阳特，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酋长大陆推出的 UA1:144超动机兵系列里面的第4座扎布尔。这款机体呢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贝林帝国的量产型的机体。那作为帝国的机体呢，它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征啊，比如说这边的这个军帽或者说礼帽的这样一个头盔，其他方面的武装则是非常的常规，依旧是一个偏杂兵向的机体。包装盒封面就是包装盒的方面，还是看起来非常有那种核战争默契的那种感觉啊。看到侧面呢，其实看到侧面和背面就是一些设定，可能大家可以在官网上去看详细的这个细节。武装方面非常的普通，就是盾牌、光束枪、光束军刀啊，就是这么多。那么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拼装之后的状态。好的，本次扎布尔的所有内容物就是这么多了。那除了非常常规的说明书、卡片还有水贴之外，其他的部分呢也都是大家见过的老演员了。首先手型这次还是一样的配置啊，就是一对实心握拳手型，一对握持手型和这边的这个开张手型全部都是软胶零件，那估计都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开模。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个握持手型呢能不能再多给一对这个扳机手型，看起来会更加的怎么说立体一些。那其他部分的光束军刀还有盾牌，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好多说的。它的盾牌的内侧的结构有点像这边的沙扎比或者说牛高达，有一个4连装的导弹仓，然后这边可以收纳它的光束军刀，但是它的光束军刀呢是采取了2种不同的样式，一种是那种纯收纳的样式，另外一种是握持的这个样式。那我这边已经把这个光束的特效键给插进去了，因为天气比较冷啊，我就不多做过多的插拔。当然呢，如果你想玩一些比较花的这个玩法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光束军刀搭载在它的这个盾牌上面，以这种发生器的模式啊去进行搭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拥有一个2连装可以发射激光的这个雷射武器啊，同样的也可以通过这边手臂的这个方形的插口，它这个插口呢是方形的，所以说有一定的防呆机制，那就变成这样一个插口的造型。我觉得这个造型呢还是蛮酷的，因为本身呢我这次选择的是一个蓝灰配色，再加上它这个小帽檐，在某些角度上面看起来呢真的很像是警察或者说那种党卫队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然后同时呢，这次它的护目镜采取的是这种橙色的透明零件。总的来说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在不同的光线下有不同的这个质感。但是如果说完全不涂装的话，则是里面的这个细节就看不清楚了。我这边呢是用银漆去勾勒了一下这个监视器的外圈，然后再用这个金属红去涂装了内圈，所以说呈现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透过这个橙色的透明零件，我觉得这个细节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上面的这个水口啊，还有一些东西呢，我处理的都是非常简单，就是有强迫症或者说对这个做工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我又在镜头面前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机体，还是惯例的360的旋转一圈，给大家先来一个主观上的这个一览。第一反应呢，就是这款机体呢非常的简单，然后拼装时长呢，我大概花了不到1个半小时就已经拼完了。它的拼装难度和零件数是介于兹克洛恩和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雄鹿之间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兹克洛恩它基本上是全骨架，然后雄鹿呢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有种 EG 的感觉，就是 entry grade 的那种非常简单的这种拼搭。那它呢，它是有带了部分的这个骨架，比如说手臂的骨架是完整的，但是这个小腿的里面的内构呢，则是稍微有些缺失，这一段是缺失的，它直接是左右合。只不过它这个左右合设计呢，已经是跟上了最新的设计潮流，它把这个细节留了一半在这个左右合的这个线条里面，同时呢，中间呢又通过另外一个键把这个面给遮盖住这种开模或者说分件的方式呢，现在的各大厂牌呢都已经非常流行了，更何况咱们这个酋长大陆这个品牌呢，它本身呢也是一群资深的魔玩爱好者
组建起来的，所以说在设计方面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功力的，这点呢是非常不错。在机体的造型方面，我刚才提到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帽子啊，但是同时呢这个帽子呢又削弱了一些这台机体的威严感。怎么说呢？抬头之后呢，你确实会觉得有一种萌萌哒的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这个感觉。当然呢，如果说它的这个监视器能够做出可动，或者说把这个盖子掀开，像之前的扎古一样，能够去进行一个旋转的，有一个旋钮的机关，这款玩具我觉得可以打到差不多9分的这样一个高分啊。但很可惜啊，没有做这样的设计，估计也是碍于这个零件数，还有本身定价呢也是5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上来说，目前的呈现已经让人觉得比较满意了。武装方面，刚才有一种这种搭载方法，当然呢，你还可以选择就是全部的搭载，比如说呢，光束军刀，我们还是把它插回到盾牌上。那其他的武装呢，基本上都可以完美的进行收纳。那这边盾牌还是一样，那插在这边的小臂上面的这个凹槽，小臂呢基本上是采取的完全铜模的这个设计，这样的话呢也是减少了开模的难度。我觉得量产机这么去设计呢也是完全算不上偷懒的，本来杂兵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一台机体呢我也就没有做任何的渗线和涂装，大家可以看到啊，通过光影去照射的之后呢，其实整个刻线的深度是比较深的，你稍微渗个线，立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啊，还有整个开模的精度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另外一把光束枪呢，其实怎么说呢，造型还是非常简单的，上面有一些不多的细节，不会太过于浮夸，然后有一个瞄准镜，但瞄准镜拼装完之后会有一点点那种下垂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错觉还是中奖。它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搭载点，可以直接挂载在背后。那整体的观感呢就是这样啊，其实非常普通的一款杂兵机，或者说你像杂兵机的这种暗夜配色啊，就很正常的一款机体，没有说非常的抢眼的这个设计。那拿起光束军刀呢，就是这么样一个配置。它这边的这个 PVC 软胶零件的手感依旧是非常不错啊，每次的这个插拔成品感都非常足。但是呢，说就是有一说一啊，我觉得这一次玩具的整个拼插的体验会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我第一次会感觉到有一些零件在酋长大陆的玩具里面，有些零件会显得比较松，可能它确实在大范围的听取了玩家的意见之后，那为了提升这个拼装手感啊，它调节了一些这个阻尼关节的阻尼和公差。那包括呢这边的这个旋转，尤其是大臂根部的旋转以及大腿根部的旋转，我很少见的在这个产品线里面说这个地方会稍微感觉有点略松，但是我还是够用的，把持力度是够的。那你可以看到啊，这边随便一扒它就可以旋转。以前的兹克洛恩呢和雄鹿呢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说到关节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性。首先头雕方面，抬头啊，还有这些你看这些挂载点呢也是比较容易碰掉的，以前都不太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首先抬头的幅度呢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低头还有前身有这样的一个幅度啊。低头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胸口，左右歪头也能做出歪头杀的这个姿势，没有任何问题。那这个手臂部分，传统的这个蝴蝶肩可以直接拉出一段，向上摆呢是刚刚90度，而且这边有一个设计失误，这个球头啊，这根轴还有这个球腕，我感觉插的不够深啊，所以说一扒很容易就弹掉。这一点呢也是在之前的产品里面不太会出现的，我觉得会稍微有些奇怪啊。这次我想用到一个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关节的可动性啊，或者说这个紧实程度有一点点矫枉过正了，如果能够去稍微修饰一下，就是微调一下就好了。这次我觉得调整的稍微有点过多了，使得有些关节显得有些松垮。那这边呢，曲肘方面还是非常的紧实的，90度的曲肘，手腕是一个球形关节，胸腰关节挺胸幅度一格左右啊，差不多这么多就行了。弯腰幅度比挺胸幅度要大上许多，所以说你要去做出一些比如说劈砍的这个动作，甚至是啾啾力顶髋的这个动作，都是可以做的比较好的。
裙甲依旧是非常大面积的这个裙甲设计，可以完全展开，但是内部呢没有采取像兹克罗恩那种双重式的结构，就是单层，也是一个成本上的节约吧。前踢幅度呢90度，但是你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避让。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脚踝的接地非常的灵活。整个把玩下来，我觉得这个价位里面它的素质是远超这个第3座雄鹿的。但是呢，相比起兹克罗恩来说的话呢，又是有一些美中不足。虽然拼装的这个体验呢是升级了不少，但是有一说一啊，确实有些关节会显得稍微有些松垮。那也希望酋长大陆能够听取玩家的意见呢，再把这个关节的这个把持力度那调控的更加的柔顺一点，就是完全的恰到好处。我也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做得到。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款玩具呢10分满分的话呢，我会给到一个8.5分的这样一个分数。而且呢，其实整个拼装难度我拼下来，其实时间上呢也没有比拼装一台艺伎要长太多的这个时间。总的来说呢，非常适合就是想玩拼装但没有时间的上班族或者说学生党。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